我说天磊啊，你瞧瞧，人家秀波妹妹可是一片赤诚之心呢，你就快收了吧。哎呀，喜欢喜欢，多谢妹妹。多谢妹妹美意。介绍一下，这位是你的嫂嫂。这个物件呢，本也就是护身符，到时候我与你的嫂嫂生一个大胖娃娃出来，就全当做妹妹的贺礼。我去替小侄子先收下了。能送给天磊哥哥和嫂嫂作为未来侄儿的贺礼，秀波心里更加欢喜呢。你嫂嫂长你几岁呢？嫂嫂好，只听闻天磊哥哥娶了娘子，今日见了，当真是国色美人。看着嫂嫂这样娇俏，秀波心里喜欢得很呢。多谢妹妹夸赞，妹妹也漂亮。好了好了，别站着说了，坐下，都坐下。来来来，哎呀，真是好几年没见到你了，快坐快坐。哎呀，外祖母呀，您可能不知道，秀波妹妹那可是非常厉害呀。在守孝3年期间，她独自一人撑起了家里所有生意，还在苏州开了一间远近闻名的绣坊。我在江州做生意，听苏州的老板提起秀波妹妹，我呀这才有所耳闻。秀波为了维持生计，不得已才学着打理祖业，做生意的事也只懂些皮毛，还要跟老太君多请教呢。商场如战场，你这个小丫头呀，竟有这种本事。唉，只是一个女孩子抛头露面的，太辛苦了。日后啊，你要是寻到一个如意的郎君，就能过上安生的日子了。秀波，你现在可有许配婚约？秀波还未定亲。秀波只愿找个情投意合的好郎君，疼爱秀波，护着秀波。只可惜自己命苦，一直没有寻到良配。不急不急，我们的秀波呀，如此的蕙质兰心，日后我一定帮你寻个好人家。多谢老太君。对了，我还给咱们齐府上下备了礼物，老太君那一份也是我千挑万选，好不容易才寻来的，还望老太君不要嫌弃秀波的一番心意。哦，老太君，咱们去内间吧，秀波这份礼物需要有茶桌方可摆放。好，那咱们就去内间吧。湘云，备糕点。这套官窑瓷器出自官窑大师的手笔，是他的封山之作，需要特定的时节火候才能烧制。这世间一共就3套，秀波好不容易才买到的。祖母在世时曾教授秀波点茶的功夫，她常言，要说这点茶茶道，还是老太君炉火纯青。如今我将这套茶具送给老太君，并为您点茶奉茶。秀波献丑了，老太君不要笑话秀波，还望您指点一二呢。点茶。温盏，挑高，手法行云流水。外祖母，您看看，秀波妹妹还真是有些您的风范。
请老太君品鉴茶香。柯表哥，这茶道精湛，茶香沁人心脾。这沏茶的水，可是露水？正是，老太君睿智。曾听祖母说起，当年常与老太君一同泛舟荷塘，采集荷叶上的清香露水，在一起沏茶雅极。秀波也效仿此法，特意采了露水为您沏茶，聊表对祖母的哀思，也是您与我祖母的情谊见证。你这孩子呀，让我想起了你的祖母。好孩子。天磊哥哥，嫂嫂，请用茶。记得小时候，哥哥的嘴最刁了，不是我调的茶都不肯喝呢。天磊哥哥尝尝，还是小时候的味道吗？好，尝尝。妹妹这茶调的真是好喝。多谢嫂嫂夸奖，若是喜欢，日后我每天都给嫂嫂奉茶。秀波啊，你呀，就在我这儿住下，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多谢老太君，秀波就算是回家了。秀波想恳请老太君许我住在小时候的园子里，我对那里的花花草草都有感情了呢。这有什么难的？那间屋子呀，还给你留着呢。只是现在天磊成亲了，他和你嫂嫂就住在那园子里。老太君，秀波小姐和三少爷从小也是一同长大的，算起来也是三少爷的半个妹妹了。这住回园子里，又不是住进三少爷的院子里，这有什么呀？秀波一见到嫂嫂就觉得投缘，想和嫂嫂多亲近些。若是嫂嫂不高兴，那秀波就不入园子了，随便找间客房就是了。啊，没关系，秀波妹妹高兴的话，住便是了。多谢嫂嫂。奶妈，给齐府各房的礼物都送过去了。按照小姐的吩咐，各房太太、小姐的礼物都送过去了。既然来了这齐府，想要促成我和天磊哥哥的姻缘，就要未雨绸缪，不仅要哄好老太君，还要让齐府上下都念着咱们的好。小姐说的是。秀波妹妹，柯表哥，秀波妹妹，妹妹，你今日的表现可是极好的，哄得老太君欣喜不已。我们计划的第一步，就算是成了。我看那三少奶奶同天磊哥哥亲近得很，我与天磊哥哥的事，当真能成？妹妹，事在人为，你只需要哄得老太君开心，把你留在齐府，
至于天磊那边嘛，妹妹还需要将这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好好撩动他的心，才能够成就美事。若此事能办成，秀波自不会亏待可表哥。妹妹有心了。妹妹，如果你有事，表哥就不打扰了。秀波告辞。你个没良心的，魂儿被秀波小姐勾去了，枉我平日里如此待你。你这又是吃的哪门子的醋？这真正该吃醋的，应当另有其人。小巧啊，我告诉你，杜冰雁和齐天磊无论多么亲密，新婚燕尔如胶似漆，那也比不过他跟秀波妹妹这青梅竹马的情谊深厚啊。就你最聪明。这个东西是挺有意思的，我都解了半个时辰了，还没解开。小姐，你还有心思在这儿玩九连环？那秀波小姐已经搬进咱们院子里了。她搬进来就搬进来呗，这园子这么大，多她一个也能热闹些。你可长点心吧，小姐。天塌了地陷了，哎，没事的。玩也不给玩，吃也不给吃，有什么话说吧。老太君是按照府上小姐的规制给那个秀波小姐安排的，又是丫鬟又是小厮的，配了一院子，比咱们这儿人还多呢。我以为什么事儿呢？他喜欢人多就安排他的，我只要你一个就够了。可是我看到秀波小姐对咱们三少爷是有倾慕之情的呀。不行，你不可以掉以轻心。况且他们二人又是自幼相识的，这就是青梅竹马呀。哎呀，他们都说了，那只是儿时的朋友，谁小时候还没几个要好的朋友啊？可是我也经常跟我那些师兄弟一起玩啊。小姐，那秀波小姐如今出落的是亭亭玉立，哪里还是儿时玩伴呢？况且她那日要送给三少爷的金麒麟，分明就是一对儿嘛。天磊人呢？秀波小姐方才遣人来请了，说是邀请三少爷去她那作画。作画？记得小时候，秀波的字都是天磊哥哥手把手教的，算起来，天磊哥哥还是我的恩师呢。是吗？我怎么不记得了？可是天磊哥哥的事，一桩桩一件件，秀波可都记在心里呢。记得小时候，我就钦佩天磊哥哥的书法，行云流水，气势恢宏。时隔3年，哥哥的书法造诣定然又精进了，请天磊哥哥送秀波几个字。也好。我来吧。
天磊哥哥的字真漂亮，男儿胸中有浩然正气，才能凝于笔头，浑然天成。妹妹谬赞了，秀波妹妹练的是什么字体？流体。那妹妹就在哥哥面前献丑了，望天磊哥哥能给我这个笨学生好好评一评。好。原来这就是秀波妹妹儿时住的地方。走吧，小喜，去看看他们画的什么画。外面风清气朗的，把门敞开透透气，小姐和齐三少爷才能书写得更好呢。你下去吧，莫让旁人打扰我和天磊哥哥写字。是。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天磊哥哥，这作诗的人一定是个痴情种。你瞧这诗句，字字含情，说的不就是我和天磊哥哥？小姐，你瞧他们，吟诗作对的。三少爷怎么能这样？还说最喜欢你舞刀弄棍，不在乎你的学识文采，现在又在这儿跟秀波小姐写写画画的。慌什么？我可是他齐天磊把抬大轿抬进来的。娘子，修波见过嫂嫂。妹妹好。这是在写什么呀？天磊，这个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什么意思啊？此诗是写小男孩以竹竿作为玩具马逗趣小女孩的。嫂嫂别多心，秀波只是想到自小同天磊哥哥一起长大，有感而发。没什么，我知道你俩从小一起长大，就是青梅竹马，感情好得很。娘子，这话可不能乱说呀。我与秀波妹妹虽是一起长大，不过一直都是将她当亲妹妹看待的。天磊哥哥说的是，我二人清清白白。我也没说什么呀。天磊，我知道你们大宅子里的公子哥都是三妻四妾的，既然你这么喜欢秀波妹妹，把她娶进来呀。这个不敢，娘子，我答应过你，此生只娶娘子一人的。小喜，秀波妹妹，这是我小厨房里做的点心，好吃的很，外头可吃不着。现在点心已经送到了，我就走了，不打扰你们。哎，娘子，秀波妹妹，我看此书的寿字拓片并不足以书写百寿图，我再去书院寻一些来，到时候我那半阙写好之后再给你送过来。就先告辞了，不打扰了。
哥哥。小姐，原以为这杜冰燕在院子里看到我和天磊哥哥成双成对，会嫉妒伤心，没成想他竟然直接进来了，还逼着天磊哥哥说出再也不娶的话。这个三少奶奶呀，着实厉害。不急，天磊哥哥尚未动心，此事不可操之过急。若如今就闹僵了，倒是麻烦。水滴石穿，来日方长。娘子怎会如此生气？方才不是大度得很吗？谁说我大度了？我李玉湖心眼小得很。齐天雷，我告诉你，你若是喜欢那个动不动就哭鼻子的美人儿，你提前跟我知会一声，我保证二话不说立马回扬州。对，带上小喜，咱们回扬州。去，不就是青梅竹马吗？谁还没有一样？跟我在同一武馆长大的师兄弟们，那也都是我的青梅竹马喽。他们与我脾气、喜好都一样，而且只爱练武，不爱读你那些破书。这么说起来，可能还更合适呢。小喜，赶明儿咱们就回扬州去，找一个青梅竹马的师兄给嫁了。小姐说的对，小喜啊，支持你。咱们便也找个两小无猜的，开开心心的嫁了。我这儿都还好好的呢，怎么就能琢磨改嫁呢？不行。你呀，就找你青梅竹马的秀波妹妹去，管我改嫁干嘛？那别的先不说，你哪来的什么青梅竹马的师兄弟啊？我怎么不知道啊？我青梅竹马的师兄弟可多了去了，都让你知道啊？那他们姓甚名谁，身在何处？你跟他们还有联系？要你管？就是，你齐三公子只有一个秀波小姐，我们家小姐那可是有一整个武馆的师兄师弟呢，还不快好好哄哄我们家小姐？当心啊，她真的收拾东西回扬州改嫁去了。哎呀，是。哎呀，我家娘子啊，那是美若天仙。我齐天磊就是三生有幸，才能从整个扬州城人的手中把我娘子娶回家中。娘子啊，你就别生气了啊！你少跟我贫嘴，我不吃你这套。那娘子如何才能不气？不管是这天上星星，海中珍珠，只要是娘子要的，我都给你取来，跟娘子赔罪。那我刚刚路过园子的时候，看见一棵青梅树，上面有几颗青梅，我想喝青梅酒。行，我这就去把所有的梅子都摘下来，只给娘子一个人用。娘子，那边。这个？算了，那个吧，那个。这个好打一点，这个。这个。就它了。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接住了啊！再来。这个。好了，接到了。好，来，小喜，这么些可不够酿酒啊。这早就过了青梅成熟的季节了，目前也就只剩这些。
况且这棵树还是我亲手栽种的，它一年的产量也不太多。若是娘子喜欢，我便都留给你，拿去酿酒。这也太酸了吧！小馋猫，谁让你馋嘴的？小喜，你把这些青梅都拿去清洗干净，晾干。记住了，这些都是给三少奶奶的，谁都不许碰。我要亲自为娘子酿酒。多谢相公。放心吧，三少爷，小喜啊亲自看着，一颗也少不了。走。好吃吧？确实够酸。那棵树是天磊哥哥小时候亲手栽的，那时候每一年都是我陪着他培土上肥，待到青梅成熟了，我向他讨，他是都给我的。我在三少爷的屋外听见他们吵得可厉害了，还砸东西，吵得特别凶。太好了，既然如此，肯定是他们之间产生了隔阂，那我们就从中作梗，将他们一分为二，这样我们就可以坐收渔翁之利。那下一步呢？下一步，我们就按照计划。恭喜秀波妹妹了。何喜之有？秀波妹妹巧用心思，那一边已经是暗无天日了。你的天磊哥哥和那个三少奶奶日日紧闭房门，吵得不可开交，两个人那叫一个惨呀！我是不是做得太过了？妹妹，你此时此刻万万不可妇人之仁，大事将成，不可以退缩。况且，你与天雷乃是两小无猜、青梅竹马的情谊，反倒是那杜冰燕，她才是最为过分，鸠占鹊巢，抢了你的心爱之人。妹妹，事已至此，不如我们就在此刻乘胜追击。可表哥，这是什么意思啊？那杜冰燕性子泼辣，若是让她一哭二闹，闹到老太君面前去，那妹妹的事恐怕会有变。不如就趁他们夫妻二人离心之时，妹妹单刀直入，得了天磊的心。要怎么做？将生米煮成熟饭。这怎么行？我虽自小倾慕天磊哥哥，但女儿家的名节最是珍贵。非常之事当是非常手段，此时你只需要屏退旁人，只有你与天磊二人知晓。待到事情发生，天磊行了夫妻之实，必会给你名分，便可保你名节。妹妹，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况且你已经挑拨了他们二人的关系，而你自己也是孤零零一个人，与其让三个人难受，不如你就成全了自己，成全了天磊哥哥吧。表哥已为你谋划周全，天衣无缝，万无一失。冤家，你跟我说，你是不是见那秀波小姐美若天仙，才一心一意地帮她出谋划策，帮她当上齐家的主母，竟还操心顾着她的名节？哎呀，你说说你呀，这小丫头片子哪儿比得上你风情万种啊？嗯，别来唬我。谁骗你了？你想想看啊，若是此等男盗女娼之事，在众目睽睽之下被老太君撞见，会如何呀？
原来你早有谋划。那是。再过几日，就是齐府各大商行的大掌柜的来向外祖母汇报明年的商行计划的日子。到时候，我会带着众人欣赏这出好戏，让老太君当着众掌柜的面儿创建齐天磊和秀波的奸情。那时候，齐天磊和杜冰雁必定恩断义绝，而秀波也会身败名裂。还想做大娘子，能收回来做个偏房就已经算是恩惠了。如此一来，没了三少奶奶，谁也别想挡我们的路了。好计谋，一箭双雕啊！错，我这是一箭三雕。经此一遭，齐天磊必定让老太君失望至极，而齐天磊在齐府，也必定没有了立足之地。这偌大的齐府啊，不就是我们的天下了？那你别忘了，我也是有功劳的。这齐家的好处啊，一定要分我一杯羹。那是自然。